嗨，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困扰了后世300多年的巨大谜团。这个故事的主角，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叫李自成，一个驿站小卒，一个流寇头子，一个草莽皇帝。他用15年的时间，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杀进了紫禁城，他逼死了崇祯皇帝，他踏碎了大明王朝，他几乎就要拿下整个天下。然后呢？然后他只坐了42天的龙椅，就从云端坠入了深渊。42天，你想想，有些人的年假都比这长，一个帝国就这么散了。今晚我们不翻那些枯燥的史书，我们直接站在故事的终点，去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崩塌的。我要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公元1645年初夏，湖北九宫山。这里没有史书里那种宏大悲壮的场面，没有千军万马，没有战鼓擂动，只有一场仿佛永远下不完的冻雨。那种雨不是普通的雨，是带着冰碴子的，砸在脸上像细针扎肉。浑浊的雨水顺着九宫山茂密的林子疯狂倾泻，天地之间被灰蒙蒙的雾气彻底锁死，泥泞的山路像一条条腐烂的伤口蜿蜒在脚下，你踩一脚，泥浆就没过脚踝，发出那种让人反胃的吸吮声。就在这条烂路上，一个中年男人正踉踉跄跄地往前跑，他没有穿龙袍，身上那件粗布战衣被荆棘撕得不成样子，他头上那顶标志性的白色毡帽吸饱了雨水，软塌塌地贴在额头上，看着像一块发霉的抹布。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刀，刀鞘磨损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但刀身偶尔在雨幕中闪一下寒光，那是他身上唯一还残留着杀气的东西。这个狼狈不堪的逃亡者就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开国皇帝，那个差点改写中国国运的闯王。你能想象吗？就在1年前的那个春天，这个人还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踏进了北京紫禁城。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被他逼得上吊自杀，整个北方的官僚、士绅、勋贵全都跪在他脚下，瑟瑟发抖地等着新主子发落。那是何等的荣光，何等的气派！可命运这东西，翻脸比翻书还快。此刻他身边没有千军万马，没有谋士李严，没有大将刘宗敏，只剩他一个人喘着粗气在雨里狂奔。他那双手曾经拉过硬弓挥过战刀的手，现在紧紧抓着一根枯树枝，就靠这玩意儿撑着身体。他的眼神浑浊迷茫，透过被雨水打湿的乱发，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那些影影绰绰的树丛。远处偶尔传来几声乌鸦叫，听在他耳朵里像清军铁骑追上来的马蹄声。其实追他的清军统帅阿济格还在百里之外，真正追杀他的不是某一支军队，是绝望本身。我觉得李自成在那一刻脑子里一定翻来覆去就一个问题：我明明赢了，怎么就输了？我明明握着一手好牌，怎么就打成这样了？几个月前他还在西安厉兵秣马，想着守住半壁江山，重整旗鼓。可一片时，那场诡异的大风吹散了他的国运，潼关的尸山血海击碎了他最后一道防线。他从陕西逃到河南，从河南逃到湖北，一路上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有的战死了，更多的是悄悄跑了。曾经号称100万的大顺军，此刻像山间的雾气，风一吹就散了。突然，前方灌木丛里一阵抗的响动，李自成猛地直起腰。战场上磨出来的本能让他瞬间从一个疲惫的中年人切换成了杀人的机器。他拔出腰间那把已经卷刃的佩刀，刀身在雨幕中闪出最后一点寒光。谁？他沙着嗓子低吼了一声，那种嗓音里带着走投无路的凶狠。
从树林阴影里走出来的不是八旗骑兵，是几个扛着锄头的村民。这些村民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这个满身污泥、手持利刃的疯子。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个流窜到山里的强盗。他们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落魄的人跟那个曾经威震天下的名字联系到一起。这就是历史最荒诞的一幕。一代枭雄最终不是死在宿敌多尔衮的手里，不是死在吴三桂的刀下。关于他的结局，史书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被村民误杀，有人说他金蝉脱壳出家为僧。但不管真相是什么，那个叱咤风云的大顺皇帝确实在这九宫山的冷雨中谢了幕。他倒下的那一刻，这片荒凉的山林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天崩地裂，没有日月无光，雨还在下，风还在刮，乌鸦还在叫。大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帝王的陨落而有丝毫改变。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死亡，这是一个时代的休止符。雨越下越大，仿佛要把所有的野心、欲望、遗恨统统冲刷干净。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几乎已经拿到通关金牌的赢家，在终点线前摔了个粉碎？是山海关那场战役选错了对手，是北京城那42天迷失了方向，还是一个叫陈圆圆的女人真的凭一己之力撬动了历史的杠杆？要解开这个谜，咱们不能只盯着九宫山这最后一幕，我们得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一切的原点，去找到那只在风暴眼里扇动翅膀的蝴蝶，让我们离开这片令人窒息的雨林，飞越千山万水，回到那个干燥荒凉、满是沙尘的黄土高原。在那里，大明王朝的末日钟声还没敲响，我们的主角也还没戴上那顶沉重的皇冠。他还叫李弘基，一个在命运缝隙里讨生活的普通人，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崇祯2年，公元1629年，陕北，一个寒冷到骨头发疼的冬天。这里的风跟九宫山不一样，不带霉味儿，带的是从蒙古高原裹挟来的沙粒，像无数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你的脸。米脂县银川驿的驿站外头，一杆破旧的大明旗帜在寒风里无精打采地拍着旗杆，旗面褪成了灰白色，就像这个庞大帝国正在流失的最后一点血色。年轻的李弘基蹲在马厩的避风角落，手里攥着一把干枯的稻草，正一下一下地给马擦背。这时候的他不是闯王，只是个编制内的一族，相当于一个基层公务员。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鸳鸯战袄，袖口都磨出了毛边，里面填着板结的旧棉絮。他那张脸棱角分明，颧骨很高，被风沙打磨得黝黑发亮，一看就是关中汉子的倔脾气。唯独那双深陷的眼窝里藏着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火，那火此刻被生活死死地压着，但没灭。对于23岁的李弘基来说，什么天下兴亡、改朝换代，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的愿望卑微的可笑保住这份铁饭碗就行。银川驿的活虽然累，每天伺候过路的官差，照料那些挑嘴的驿马，可好歹是吃皇粮的差事。在这恶待遍野的陕北，这意味着全家人暂时不用去嚼树皮。但他不知道，命运的蝴蝶已经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里扇了一下翅膀。我觉得历史上最可怕的事情，从来不是刀兵相见，而是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随手签的一份文件。那份文件可能让几十万人没了活路，而签字的人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乾清宫里，17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正皱着眉头翻账本。这位刚上台不久的少年天子，满脑子都是做个千古明君的宏图大志。可国库空得像乞丐的碗，辽东战场像个无底洞，各地灾荒像催命的债主，怎么办？一个叫刘得的给事中精准地揣摩到了圣意，他上了一道奏折，建议裁撤全国驿站，说这样
能省下几十万两白银。崇祯的眼睛亮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大笔一挥，批了。他根本没想过那些被裁掉的异族会去哪，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串数字。可这串数字里面有一个叫李弘基的人。这道圣旨像一道无形的闪电，从紫禁城的红墙里射出来，沿着官道飞速向西。几天后，义成拿着公文走进了银川驿，他脸色惨白，手在抖，不敢看底下人的眼睛。消息像一盆冰水，浇灭了马厩里最后一点暖气。所有人都愣住了。裁撤驿站，这不光意味着没了收入，更意味着在这个乱世里，他们失去了唯一的身份庇护。你得理解，在那个年代，有编制和没编制是两个物种。李弘基手里的马刷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激起一团灰黄色的尘土。说实话，如果是我，可能也会懵。你想想，你好好上着班，突然有一天告诉你，公司没了，你被开了，一分补偿没有，而且外面正在闹饥荒，你什么感觉？但这还只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后面的才真正要命。失去了公职的李弘基，瞬间从体制内的人变成了一个毫无保护的普通老百姓。当地有个豪绅叫艾照，是个举人老爷，这人嗅觉灵敏得像秃鹫。他立刻就盯上了李弘基，因为李弘基之前替人担保过一笔债，现在没了铁饭碗，还不上了。艾家的家丁把他像拖死狗一样拽到县衙门口，县令为了巴结乡绅，给他带上了几十斤重的木枷，游街示众，大太阳底下暴晒，不许送水送饭，就是要活活折磨死他。那种濒死的绝望，让他把这个吃人世道的底裤看了个一清二楚。后来亲友凑钱贿赂，才勉强把他捞出来。他带着满身伤痕回到家，心里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那些掀翻旧秩序的人，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不是他们天生就想造反，是这个世道先把他们往死里逼，逼到退无可退，逼到连最后一丝对规则的敬畏都碎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弘基冲进了艾举人的家，刀起刀落，那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豪绅倒在血泊里。债清了，但这还不算完。他拎着带血的刀推开自己家门，看见的是妻子韩金儿和一个衙役搅在一起。那个衙役穿着他曾经向往的官差制服，韩金儿脸上还挂着红晕。这一刻，李弘基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那不是心碎，是更深层的东西，是他对这整个世界秩序的最后一丝认同。朝廷抢了他的饭碗，豪绅踩烂了他的尊严，现在连枕边人都背叛了他。在这个世道里，老实本分换来的只有剥削，忠厚守信换来的只有背叛。他没有咆哮，没有撒泼，他只是平静地举起了那把还带着血的刀，手腕异常稳，刀光一闪，所有的争吵、侮辱、背叛都画上了句号。背着2条人命，李弘基彻底斩断了和旧世界的所有联系。他站在窑洞里，看着窗外苍白的冬日，心里居然涌起了一种解脱感。那个唯唯诺诺，试图在规则里苟活的异族李弘基死了，一个亡命徒诞生了。他改名李自成，带上侄儿李过，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呼啸的北风里。此时的陕北大地是个巨大的火药桶，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只差一颗火星。他消失在了那片苍茫的背景中，但他不会就这么沉寂下去。让我们把镜头从米脂县那间血腥味还没散尽的窑洞拉远，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崇祯3年的陕北高原，天空是一种病态的浅灰色，整整1年没落过一滴雨。太阳像一只巨大的白色眼球，悬在头顶，冷冷地盯着大地。黄土高原安静得吓人，连蝉都不叫了，因为能吃的东西全没了。树皮剥光了，
露出惨白的木心，草根被人用手指一点点抠出来，合着泥巴往嘴里塞，甚至那种平时没人搭理的观音土，一种白色粘土，都成了抢手货。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当所有植物都吃光了，人开始吃土。观音土摸着细腻柔软，跟白面似的，饿极了的人会产生幻觉，觉得这土有一股奇怪的香甜。他们把土挖回去，掺点水，揉成团，像蒸馒头一样放在笼屉上。孩子们看到热气腾腾的土团子出锅，会抢着往嘴里塞，脸上露出满足的笑。但这东西不消化，它会在肠胃里像水泥一样慢慢凝固。最后，吃了观音土的人，肚子胀得像透明的气球，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的青筋，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临死的时候，手里往往还攥着一块没吃完的白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相。活着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场赌命的搏杀。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都很难受。我们今天点个外卖嫌送得慢，那个年代的人连泥巴都吃不饱。你想想那个差距。李自成混在这些流民中间，他那双深陷的眼窝看尽了人世间最惨的景象。他看见年轻的母亲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进干瘪的乳房，就为了哄那一口气吊着的婴儿。他看见曾经体面的读书人，为了抢一只死老鼠，跟野狗在泥地里撕咬。空气里没有礼义廉耻的味道，只有尸臭和绝望。但比天灾更狠的是人祸。陕北都饿成这样了，朝廷的税吏照样准时出现。他们穿着整齐的官服，骑着喂得饱饱的健马，手里拿着征粮册子。在他们的逻辑里，皇上缺钱是大事，百姓缺粮那是命。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老农跪在马前磕头，额头上的血渗进了干裂的黄土。大老爷行行好，家里连观音土都快挖不到了，哪还有粮交税啊？税吏连马都没下。冷冷挥了一下鞭子，啪的一声脆响。朝廷正在辽东打仗，皇上操碎了心，你们这帮刁民竟敢抗税！鞭子抽在老农背上，那后背的皮肤干得像枯树皮，老农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李自成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幕，他袖子里的那把断刀在轻轻发抖，发出一声低哑的金属嗡鸣。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道已经烂到根了，善良和顺从在这个年头就是给自己挖坟的铁锹。他转头看侄儿李过，少年的眼睛里恐惧正在被一种野性的光芒取代。叔，咱反正也是个死，与其饿死胀死，不如跟他们拼了，好歹做个饱死鬼。这话像一颗火星掉进了干草堆，周围那些麻木的流民慢慢抬起了头，浑浊的眼珠里涌出一种可怕的东西，那是被逼到墙角的兽性。李自成深吸一口气，这口空气呛得沸腾，但也让他无比清醒。他大步走到那个还在挥鞭子的税吏马前，一把抓住了缰绳。马受惊嘶鸣，税吏大怒，正要抽他，却正好对上了李自成那双眼睛。那种眼神是寒冬深夜里饿狼才有的。税吏愣住了。李自成拔刀，那把刀不快，甚至还有几个豁口，但足够沉，足够狠。一道寒光闪过，税吏从马上栽了下来，像一袋垃圾，鲜血喷在黄土地上，瞬间就被干燥的尘土吸干，只留下一片刺目的暗红。这片血迹没有吓到人群，反而像某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唤醒了他们心底压着的恶魔。流民一拥而上，撕碎了税吏的官服，抢了他的马，连那本征粮册子都被撕得粉碎。李自成站在人群中间，高高举起那把还在滴血的刀，发出了他人生中第一声怒吼。没有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辞，他就喊了一句最实在的大白话：跟着我走。
我有办法让大家吃顿饱饭。咱们不吃观音土了，咱们吃肉。这句话的诱惑力胜过所有圣人的教诲，胜过朝廷的一切威严。无数只枯瘦的手举了起来，无数个准备等死的人站了起来。他们没盔甲，身上的破衣烂衫挡不了风，手里的武器就是锄头和木棍。但这支由饥饿凝聚成的队伍有着正规军无法比拟的可怕力量，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命是捡来的。既然世道不给活路，那就用手里的铁器把这个世界砸碎。从这一天起，陕北高原上少了一群等死的灾民，多了一股叫流寇的洪流。李自成骑上抢来的战马，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这支衣衫褴褛的大军，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扔掉了手里的观音土。那孩子看他的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光，那是活下去的渴望。这种渴望比什么都强大，能让高山低头，能让河水倒流，也能让王朝倾覆。风沙越来越大，渐渐淹没了这支队伍的身影，只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从崇祯3年那场为了吃饭的暴动开始，时间在马蹄声中狂奔了8年。这8年里，那个卑微的异族已经在血火中死过无数次又重生。他接过了老闯王高迎祥那杆沾满鲜血的大旗，成了新一代闯王。他的名字从陕西传到河南，从河南响彻江淮，成了无数穷苦人嘴里的救世主。但历史最喜欢在你飘起来的时候，一脚把你踹回泥里。崇祯11年，公元1638年，那把燎原的烈火在潼关南垣撞上了一堵冰墙。大明有个名叫孙传庭的冷面儒将，这个人不光读过圣贤书，更是一个懂得怎么用兵如刀的狠角色。他在潼关南垣布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口袋阵，精准地利用了李自成急于突围的心理。那天漫山遍野都是明军旌旗，火铳的爆裂声和战马的嘶鸣撕碎了天空。李自成引以为傲的农民军主力，在训练有素的秦军面前像割麦子一样倒下，鲜血染红了渭河支流。刚才还喊着吃肉的兄弟，转眼就变成了河底的淤泥。当喊杀声渐渐平息，那个曾经拥兵数十万的闯王身边只剩了最后一点骨血。他带着仅存的18个兄弟，像丧家犬一样钻进了茫茫商洛山。这18个人，就是后来史书里反复提起的商洛18骑。别把他们想成戏台上披荆挂甲的英雄，此刻的他们比叫花子还惨。铠甲早碎了，伤口生了蛆，大将刘宗敏饿得连锤子都提不动。侄儿李过那张年轻的脸上全是惊恐，紧紧抓着叔父的马尾巴。商洛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也是一座露天监狱，用无尽的寒冷、饥饿、野兽考验这群逃犯。这一年是大顺政权最黑暗的低谷，也是李自成一辈子最关键的熔炉。他们不敢生火，一丝烟就可能引来搜山的明军。夜里的商洛山冷得像冰窖，18个人挤在潮湿阴暗的山洞里取暖。他们像野兽一样嚼生涩的草根，甚至生吞腥臭的蛇鼠。李自成坐在散发着霉味和血腥气的山洞深处，整夜睡不着。洞外寒风呼啸，远处孤狼拖着长枪嚎叫。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比潼关之战还惨烈的崩塌与重建。他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输，是不是扩张太快，是不是队伍太杂。那些为了混口饭聚过来的人，一碰到正规军就散得比沙子还快。他看着眼前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看着刘宗敏那条还在渗血的腿，一阵愧疚涌上来。但他很快掐灭了这种情绪。在这个丛林法则的世道里，愧疚是最没用的东西，他救不了任何人。刘宗敏挪了挪身子，递来半块风干得像石头的马肉。闯王，
官兵搜得紧，咱是不是真要死在这荒山了？李自成接过那块带着酸味的马肉，用力撕了一口，牙齿发出咯吱的声响，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那是绝境中的狼才有的凶光。死，咱已经死过一回了，老天爷没收咱的命，就是让咱接着干。他拍了拍刘宗敏的肩膀，那只手粗糙的像老树皮，却传递着惊人的力量。只要这18颗脑袋还在，哪怕商洛山的石头烂了，咱也能翻身。这不是说大话，这是他在绝望中提炼出的生存哲学。我觉得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成事，就看他在至暗时刻是什么反应。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反而被激出了真正的锋芒。这一年的蛰伏，把李自成身上流寇那种只顾眼前抢掠的短视习气彻底烧干了。他学会了像狼一样隐忍，在黑暗中磨爪子，等时机。他开始明白，要对抗大明这台庞大的机器，光靠人多不够，他需要纪律，需要目标，需要一种能凝聚人心的东西。山下的世界此刻正在庆祝胜利。孙传庭和洪承畴以为流寇已经被彻底剿灭了。崇祯在紫禁城里长舒一口气，觉得天下太平了。他们在大摆庆功宴，觥筹交错，没人在意那几座荒山。他们根本想不到，在他们以为灰烬已经凉透的地方，一颗火种正在复燃。这颗火种在风雪中被反复捶打，去掉了杂质，变得更纯粹，也更致命。李自成在山里常常独自站在悬崖边，眺望北方的天空。他在想，如果有一天能重出江湖，他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队伍？他想起了那些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想起了税吏那张嘴脸。一个模糊的念头在他脑子里慢慢成型，不再是简单的杀官劫财，而是彻底推倒重来。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等待里，外面的局势悄悄变了。大明这艘破船虽然暂时堵住了漏洞，但更大的风浪正在酝酿，清军在关外攻势越来越猛。崇祯不得不把围剿流寇的精锐部队调去辽东。那张原本锁死商洛山的铁网，因为兵力调动出现了一丝裂缝。这丝裂缝对别人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李自成来说就是天赐的生机。当第一缕春风吹进那个阴暗的山洞，李自成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变化的味道。他站起来，抖掉身上积了一冬的尘土，那件破烂的战袍还穿在身上。兄弟们，像老鼠一样躲着的日子到头了，咱们下山。18个面容枯槁但眼神坚毅的汉子站了起来，手里的刀虽然生锈，依然能杀人。当他们走出商洛山的那一刻，中原大地将为之颤抖，因为从山里出来的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群真正的复仇者。他们经过了地狱般的淬炼，已经没什么东西能让他们害怕了。李自成骑上一匹瘦弱的战马，回望那座困了他整整1年的大山，眼神里没有留恋，只有一种要把失去的一切加倍夺回来的决绝。他知道这一次下山，要么粉身碎骨，要么直抵金銮殿。而此时的中原腹地，河南正遭受着比陕北还恐怖的特大饥荒。那里有千千万万个跟当年的他一样走投无路的人，正在等一个领头的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这一次转得更快更猛。让我们把视线投向那片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中原腹地河南。如果说商洛山是冰窖，那么崇祯13年的河南就是滚烫的油锅。这里正在上演人类历史上最惨的一幕。史书上只有冰冷的4个字“人相识”，但这4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在绝望中粉碎的血淋淋现实。大旱之后紧接蝗灾，漫天飞蝗遮住了太阳，像一层移动的黑色地毯，啃光了田野里最后一点绿色。当树皮草根都吃尽，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同类。易子而食不再是书本上的典故，
而是集市角落里的日常交易。道路两旁倒下的尸体，过不了一夜就变成白骨，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那是大明王朝腐烂气息的具象化。李自成的马队踏入这片土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仿佛被神遗弃的世界。然而，就在这片地狱般的废墟上，有一个穿着青色如衫的身影，孤零零地站着。他叫李信，后来改名李岩，杞县人，举人出身，家境殷实。按理说他该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坐在高墙大院里吟诗作对就行了。但这个年轻人血液里流淌着一种那个时代读书人少有的悲悯和叛逆。他看着自家粮仓堆积如山的粮食，再看看墙外那些饿得只有眼珠子能转的乡亲，内心的良知冲破了阶级的壁垒。他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打开粮仓，免费放粮。灾民喊他活菩萨，但官府和士绅却勃然大怒，说他收买人心，居心叵测，把他扔进了死牢。这就是大明末年的荒诞逻辑：行善的人是罪犯，作恶的人高居庙堂。后来红娘子带着义军砸开牢笼救了他。李岩彻底看透了这个朝廷的真面目，光靠施舍救不了天下，要让百姓活命，必须把这套烂掉的秩序砸碎重建。当李自成的旗帜出现在地平线上，这位书生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这是历史性的相遇，草莽英雄的刀和知识分子的笔终于在乱世中碰撞到了一起。李自成看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眼神却灼热的年轻人，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以前接触的要么是只会杀人的莽汉，要么是只会贪污的狗官，从没见过这种明明可以享清福，却偏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造反的人。李岩对着李自成深深一拜，这一拜不是礼节，是把身家性命全押上了。将军，您现在的打法还是流寇那一套，打完就跑，抢完就烧，这成不了大事。要想取天下，您不能只做让百姓害怕的强盗，得做让百姓拥护的明主。李自成那双深陷的眼窝里闪过一丝金光，他立刻抓住了这话的分量。那一先生之见，怎么才能让天下穷苦人都跟着我走？李岩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早已写好的布告，墨迹似乎还带着体温，只要做到4个字：大明江山唾手可得，均田免赋。这4个字像一声炸雷，劈在了李自成早已干涸的野心上。均田就是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免赋就是废除朝廷所有的苛捐杂税。这是对封建皇权根基最狠的一刀，也是对天下穷人最致命的诱惑。李自成抓住李岩的手，那双拿刀的粗手因为兴奋在微微发抖。好，就按先生说的办。从今往后，咱们不叫刘贼，叫大顺义军。然后，那首足以敌100万雄兵的民谣开始在河南的田间地头疯狂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歌传得比瘟疫还快，蔓延的比洪水还猛。那些躲在家里等死的饥民听到这歌，眼睛里重新有了光。他们扛起锄头，磨块菜刀，拖家带口涌向李自成的大营。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膨胀，从几千到几万，再到几十万。这不再是一支军队，这是一场席卷天地的海啸，是无数绝望灵魂的怒吼。在这股洪流面前，大明那些缺饷少粮、士气全无的官军根本不堪一击。洛阳城里住着崇祯皇帝的叔叔，体重300斤的福王朱常洵。这位王爷在城外恶葬遍地的时候，依然在王府里花天酒地。他的粮仓里粮食多得发霉，也不肯施舍一粒。当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这位王爷还在做他的千秋美梦。愤怒的义军冲进王府，把这个吃人的魔头从温柔乡里拖了出来。李自成看着跪在地上像一滩烂泥的福王，眼里没有一丝怜悯，
他想起了银川驿那个冰冷的冬天，想起了商洛山的苦难。他下令打开王府粮仓和金库，把所有财富散发给百姓。福王被处决了，据说他的血肉被混着鹿肉煮成了一锅汤，分给饥饿的士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福禄宴，残酷血腥，但却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宣示那个高高在上的皇权不是不可侵犯的神话。只要手里有刀，哪怕是天皇贵胄也照样踩在脚下。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今天打土豪分田地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底层人最恨的不是穷，而是不公。这一刻，李自成完成了从复仇者到政治领袖的蜕变。在李严辅佐下，他开始设官治职，整顿军纪，严禁抢掠百姓。那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流寇集团，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政权。河南百姓甚至在门上贴出顺民二字，焚香跪迎。崇祯在紫禁城看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奏章，气得双手发抖，却无计可施。他想不通，那些温顺如绵羊的百姓，怎么突然变成了嗜血的暴徒？因为他不懂，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庙堂上，而在他忽视的田野间。当李严把这股力量从泥土里唤醒，大明的丧钟就已经敲响了。李自成站在洛阳城头，望着下面欢呼雀跃的人山人海，豪情万丈。他转头看身边的李严，书生正静静望着远方，脸上带着悲悯的神色。闯王，河南只是开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前面是潼关、西安。李自成点了点头，他知道只要有这个人在身边，他就握住了夺天下的钥匙。这对文武搭档像两股汇在一起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冲向西方。下一个目标，李自成的老家陕西，那是帝国的西部屏障，也是他当年跌倒的地方。这一次，他要带着100万大军风风光光地杀回去，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看看，那个被踩在泥里的异族，如今是什么模样。让我们暂时屏蔽掉河南战场上那种山呼海啸般的喧嚣，把镜头随着凛冽的北风向北推移，穿过2000里枯黄的原野，最终悬停在全中国最威严也最孤独的一座城池上空——北京紫禁城。崇祯1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整个京师笼罩在一层死灰色的雾霾里。这里没有李自成大营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气，只有一种苟延残喘的木气。乾清宫的更漏声在深夜里格外清晰，每一滴都像敲在心坎上。33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孤零零地坐在御案前批奏章。你仔细看这张脸，本该是正当壮年的面孔，在昏黄的烛光下，却像个未老先衰的老人，鬓角早白了。那是无数个焦虑之夜用绝望染出的霜雪，眼角的纹路像干裂的黄土高原一样深。他身上那件明黄色龙袍绣工依然精美，但袖口磨损明显，里面的内衣打满了补丁。这位拥有天下的君主，为了省钱撤了炭火，砍了御膳的荤腥。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勤奋，足够节俭，老天就会被他的诚意感动。然而老天爷偏偏跟他开了最残酷的玩笑，一场叫做鼠疫的瘟疫民间叫他疙瘩温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北京城。这东西比流寇可怕10倍，看不见摸不着，一沾就死。街头巷尾到处是倒闭的尸体，一家人死绝的事天天在发生。曾经繁华的大栅栏门可罗雀，只有运尸体的板车在青石板上刮出刺耳的声响。守城的士兵大批染病倒下，原本20万精营兵马，此刻能拿武器的不到5万。那些虚弱的守军像枯萎的芦苇靠在城墙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崇祯在深宫里听太监颤抖着汇报，手中的朱笔悬在半空，久久落不下。他想调兵，可国库里老鼠都饿死了，户部银库空得能跑马。
里面只剩几只饿晕的蟑螂和一堆发霉的账本。这位走投无路的皇帝不得不放下所有尊严，向臣子乞讨。他在朝堂上声泪俱下，恳求那些满口忠君的勋贵们捐钱，只要每人拿出一部分家产，凑够100万两银子，大明或许还有救。然而回应他的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默和无数双躲闪的眼睛。那些家里堆金积玉的大臣，一个个都变成了全天下最穷的乞丐。国丈周奎崇祯的老丈人家里藏着几十万两黄金，却只肯拿出1万两。他甚至特意把旧衣服弄脏，装出一副寒酸样。其他官员见状纷纷效仿，有的拿破锅碗来充数，有的在大殿上哭天喊地，说家里揭不开锅了。崇祯看着这一幕幕丑陋的表演，心在滴血，眼在烧。他终于明白了一个让他窒息的真相，这个他拼命想守护的帝国早就烂透了。这些人宁愿把银子留给李自成来抢，也不肯拿出来救国。在大明这艘快沉的船上，船长在拼命舀水，水手们却在忙着凿底。我觉得崇祯是中国历史上最孤独的皇帝之一。他不是昏君，他勤政，他节俭，他想力挽狂澜，但他越努力，结果越糟。他就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拼命游泳的人，每一次挥臂都只会让自己沉得更快。他甚至开始怀念被他杀掉的太监魏忠贤，至少那条恶犬还能帮他咬人。而现在满朝文武皆是君子，却无一人可用，无一人可信。他每到深夜就独自登上眉山，眺望沉睡的京师。北风吹乱他花白的头发，远处烽火台的狼烟是死神的倒计时。他能感觉到那个叫李自成的人正一步步逼近，那是命运沉重的脚步声。他无数次问自己，朕非亡国之君，为何事事皆亡国之相？朕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历史不给他反思的机会。沙漏里最后一粒沙马上就要落下，然后一个更绝望的消息像炸雷一样传来：太原失守了，宁武关失守了。李自成的大军突破了山西防线，那个曾经被他在地图上瞧不起的小黑点，如今变成了吞天的黑洞。崇祯瘫坐在冰冷的龙椅上，看着大殿外那棵枯死的老歪脖子树，眼里失去了最后一丝光彩，只剩下一种对结局的麻木等待。紫禁城的高墙挡住了百姓的目光，却挡不住那股从地底升起的毁灭气息。太监宫女开始悄悄打包细软，准备跑路，连皇帝身边的贴身侍卫眼神里也多了一份算计。崇祯在这个巨大的牢笼里听着自己的心跳，那是大明王朝最后的脉搏。他不知道的是，几百里外的居庸关最后一道大门也即将洞开。那个带着泥土气息的闯王正骑着战马，冷冷地注视着北京的方向。两个男人的命运即将发生最剧烈的碰撞，一个是初升的烈日，一个是落山的夕阳。这场碰撞注定没有赢家，只有历史无情的碾压和一声长长的叹息。让我们把日历翻到崇祯17年3月19日，这个日子刻在中国历史的伤疤上。北京的春天比往年冷得多，西北风卷着黄沙，把天空染成诡异的土黄色。凌晨，大多数人还在惊恐不安的梦里，紫禁城内正在上演最后的绝望。崇祯发了疯一样在景阳钟前拼命撞击，沉闷的钟声在空荡荡的皇城里回荡，这是天子召集百官护驾的最高指令。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寂静。那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此刻全都装死。他带着太监王承恩想从朝阳门突围，城门早被守军锁死。这位走投无路的君主一夜之间尝尽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不得不退回那座凄凉的深宫。他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咬破手指写血书，他颤抖着手蘸了最后一点浓墨，在自己白色内衣的衣襟上写下了最后一道圣旨：朕自登基17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
每一个字都像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控诉。然后他写下了那句足以让后人动容的遗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勿伤百姓一人。这是他作为帝王最后的仁慈和尊严。他不愿让李自成看到他的脸，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地下的列祖列宗。脚下石块被踢开的那一刻，大明276年的国运就悬挂在了一棵老歪脖子树上。风还在吹，吹动崇祯散乱的长发，遮住了他那张写满疲惫与绝望的脸。眉山上静得像寺庙，只有王承恩跪在地上对着主子的遗体磕头的声音。然而就在几个时辰之后，太阳升起来了。北京城的另一端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巨大的欢呼声像海啸一样淹没了承天门，震得城墙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李自成骑着乌黑的战马，头戴标志性的白色毡帽，身穿剑衣，威风凛凛。他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顺军铁骑，从正阳门、宣武门如潮水般涌入。街道两旁挤满围观的百姓，手里拿着香烛，脸上挂着讨好而复杂的笑。有的焚香跪拜，高呼万岁，仿佛昨天跪拜崇祯的不是同一拨人。有的窃窃私语，猜测这位新皇帝是不是真的像歌谣里唱的那样不纳凉。李自成看着巍峨的北京城，看着高耸入云的承天门，心里涌起一股狂喜。他想起银川驿受尽屈辱的冬天，想起商洛山啃树皮的夜晚，那一切苦难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勋章。他终于站在了世界的顶峰。他不再是异族李弘基，他是大顺帝国的开国皇帝李自成。为了显示神威，他张弓搭箭，瞄准承天门那块巨大的匾额。他对身边将领说：这一箭如果射中天字，咱们大顺江山就能万万年弓弦崩响。利箭带着呼啸划破长空，直奔匾额而去。然而历史在这里跟他开了一个微妙的玩笑，那支箭没射中天字，偏了一点点，深深扎在了天字下面的位置，箭尾还在嗡嗡颤抖。这像一个不祥的暗示，这位草莽英雄虽然进了天门，终究差了一点天命。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哪在乎这点偏差？他大笑着挥动马鞭，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昂首穿过了那道门。他的马蹄踏在御道上，那块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汉白玉石板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响声传到眉山，传到那具刚冷却的尸体耳边，格外刺耳。一边是旧皇帝的凄凉落幕，一边是新皇帝的得意登场。两幅画面在同一时空交错，构成了历史上最荒诞、最残酷的蒙太奇。李自成策马进入紫禁城，看着那些只有在梦里才见过的琉璃瓦和金銮殿，他的眼神里除了兴奋，开始多了一样东西——贪婪。那是从未见过繁华的人突然被砸中的眩晕。他不知道的是，这座皇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一座巨大的染缸。他能把励精图治的崇祯变成亡国之君，也能把朴实的农民领袖变成暴君。当他坐上那张龙椅的那一刻，或许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天下，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而且比战场厮杀凶险10000倍。这座北京城就是一个迷魂阵，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和诱惑。那些跪在他脚下的前明官员，每个人心里都在打小算盘。那些对他欢呼的百姓，随时准备在他倒霉的时候踩上1万脚。而眉山上自缢的崇祯，虽然人死了，幽灵依然盘旋在紫禁城上空，冷冷注视着这位新主人，看他如何在权力的漩涡中挣扎。这一天是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明亡了，大顺幸了。但对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不过是又一次带血的权力交接。李自成以为自己抓住了命运的咽喉，其实他只是刚刚踏进了命运设下的另一个局。这个局叫做打江山易，
守江山难，而且难度是地狱级的。夜幕降临，紫禁城里点起无数宫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李自成在后宫的温软床榻上，或许做了一个千秋万代的美梦，但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好觉。噩梦已经在门外磨刀霍霍，因为那支射偏的箭早已预示了他那只有42天的短暂帝王梦。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座刚刚换了主人的北京城，它此刻不再是威严的帝都，而是一瓶封存了300年的烈性毒酒，散发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甜香。对于刚洗去征尘的大顺军士兵来说，这瓶酒度数太高了，高到足以在一夜之间烧坏他们的脑子，让他们忘了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你试着站在一个普通大顺军士兵的角度感受一下，就在几天前，他们嗓子里还塞满粗粝炒面，喝的是掺泥沙的河水，眼睛里只有陕北的黄土和河南的荒原，然后一脚踏进这花花世界。命运给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天堂的门，金银器皿在阳光下闪着妖艳的光。深宅大院里飘出脂粉香混着陈年酒气，手掌触到的是比少女皮肤还滑的苏杭丝绸，而不是冰冷的刀柄。这种反差像一记重锤，砸在他们那根紧绷了10几年的神经上。刚开始他们还记得李自成进城时般的严令，敢有伤人掠财者，杀无赦。那几天街面上确实短暂和谐过，士兵买东西甚至多给钱，百姓在门缝后偷偷看，心想这或许真是仁义之师。但这种克制就像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人性贪欲的浪头。一个米脂老兵蹲在午门外的汉白玉台阶上，把玩着一个精美的鼻烟壶，嘟囔了一句：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不就图这口福吗？这句话像瘟疫一样传开了，瞬间击穿了那道脆弱的心理防线。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太多了，那是多少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夜晚啊！天下都是闯王的了，这点东西不过是应得的战利品。纪律开始出现裂痕，最初是顺手拿走路边摊一个烧饼，后来是闯进富户家索要酒肉，再后来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李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苗头，他焦急地跑进武英殿找李自成。闯王，军纪正在败坏，士兵开始失控了，这样下去我们会失去民心的。然而坐在龙椅上的李自成，此刻也被这座巨大的宫殿催眠了。他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折，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前明官员，那种掌控一切的快感让他飘飘欲仙。兄弟们跟我吃了这么多年苦，让他们放松几天不算什么。这句轻描淡写的纵容，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最后一道封印。说实话，如果是我处在那个位置，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你想想，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突然坐拥天下，他身边的兄弟们跟他一起吃了10几年的苦，现在终于熬出头了。你怎么好意思对他们说不行，你们不能享受？但恰恰就是这种人之常情，要了他的命。2号人物刘宗敏更是把这种纵容推到了极致。他穿着崭新的乳猴锦袍，大马金刀地坐在太师椅上，但那身华服掩不住骨子里的粗暴和傲慢。在他看来，北京城就是一只待宰的肥羊，他们才是握刀的主人。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京城权贵，如今像狗一样趴在他脚下摇尾巴。这种权力的倒置让刘宗敏极度满足，也让他彻底迷失了。他不再是商洛山里为半块马肉互相推让的铁汉，他变成了一个比明朝贪官还贪的暴发户，急着把过去亏的全补回来。北京城的空气开始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味道，那是秩序崩塌的前兆。百姓原本期待的眼神变成了恐惧，他们发现这群新主人似乎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美好。街头出现了醉酒士兵的打杂，哭喊声开始取代欢呼声。
那些投降的明朝官员更是成了最肥的猎物，在朝堂上被羞辱，在私下被勒索，尊严碎了一地。但这些人的软弱和谄媚，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大顺军的嚣张。这些读书人也不过如此。大明的骨头这么软，李自成站在景山高处俯瞰这座繁华之城，心里或许闪过一丝隐忧，但很快就被眼前的盛世景象给掩盖了。他以为这繁华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他不知道这座城不仅是温柔乡，更是一座巨大的迷魂阵。他用金钱、美色、权力编织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这支农民军的钢铁意志，让他们变得酥软无力。他们不再愿意回到马背上吹风沙，只想躺在红罗帐里醉生梦死。李自成以为自己征服了北京，其实是北京同化了他和他的军队。这种同化是致命的，它发生在潜意识里，让人在快乐中走向毁灭。就像一个饿了10天的人突然面对满汉全席，唯一的结局就是撑死42天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但没人听到那滴答声，他们沉浸在狂欢中，以为好日子会像大顺的江山一样万万年。殊不知，几百里外的山海关，一双冷酷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这一切。那里的风依然像刀子，那里的军队依然保持着野兽般的警觉，而北京城里这群人正一步步把脖子伸向历史的绞刑架。如果说北京城是一杯诱人的毒酒，那它毒性发作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欢庆的锣鼓还没散去，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撞击声便开始回荡。那不是操练兵器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副刑具正在连夜赶制的噪音。李自成进城没几天，一场叫做追赃助饷的运动就像瘟疫一样席卷全城。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打砸抢，而是一次有组织、有效率的暴力敛财行动。大顺军的国库空虚，几十万士兵嗷嗷待哺，崇祯留下的内库里只有令人尴尬的几千两银子。于是李自成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刚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富得流油的权贵之家。在他朴素而残酷的农民逻辑里，这些人的钱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的，抢他们就是替天行道。大将刘宗敏成了这场狂欢的总导演，他在权贵云集的街区设立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比想镇抚司，5000副特制的夹棍分发到士兵手中。这是一种带棱角的木棍，中间用铁钉连接，把受刑者的双腿胫骨夹在中间，两头用力收紧，骨头碎裂的声音和凄厉的惨叫瞬间穿透了那些深宅大院的围墙。昨天还穿着朝服喜迎新主的大臣，今天就被像拖死狗一样拽到了刑堂。这里不再讲礼义廉耻，唯一的通行证就是白银。大顺军定了价，目表内阁大学士10万两，部院尚书7万两，科道官员3万两。拿不出钱就上刑，拿得出钱就榨干最后一滴油水再扔出去。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国丈周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就是那个之前在崇祯面前装穷只肯掏1万两的老丈人，他家被挖地3尺，搜出了现银53万两，外加几大车奇珍异宝，那些宝贝在阳光下闪着讽刺的光芒，刺痛所有人的眼。刘宗敏坐在虎皮交椅上，端着烈酒，冷冷看着这群精英。他的眼神里既有对财富的贪婪，更有一种阶级复仇的快感，那是压了10几年的怒火。你们这帮当官的，平日作威作福，看着百姓吃观音土无动于衷，今天也尝尝骨头断裂的滋味。这种报复的快感像烈火，点燃了每个大顺军士兵的神经，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理智。原本只针对高官的行动迅速失控，蔓延到普通富户，甚至稍微殷实一点的人家都遭了殃。北京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狩猎场，只要被指认有钱，立刻面临灭顶之灾。42天时间里，大顺军搜刮了整整7000万两白银，
这是一个能买下半个大明的天文数字，但这7000万两每一两上面都沾着血，每一锭里都藏着一个家族的毁灭。这堆积如山的财富没有成为大顺的基石，反而变成了压垮他们的巨石，因为它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阶层对李自成仅存的一点幻想和归顺之心。那些原本准备在新朝谋个一官半职的读书人，看着满街暴行，心彻底凉了。他们终于明白，这群人不是来建立新秩序的，只是来砸烂旧世界的。这种绝望迅速转化为深刻的仇恨，比刀剑锋利，比毒药致命。士绅阶层是帝国的毛细血管，当他们决定抛弃李自成，这个政权就已经脑死亡了。而在这些受刑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囚徒，他的遭遇将直接改变历史走向。他叫吴襄，前明辽东总兵，也是那个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的亲生父亲。此刻他被绑在镇抚司的柱子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刘宗敏为了逼出吴家的银子，根本没想过这个老头背后站着什么样的力量，甚至为了满足一种变态的征服欲，他闯入了吴府内宅，那是男人最后的底线。那位名满天下的绝世美人陈圆圆，就这样被他强行掳走，变成了他炫耀权力的战利品。这一幕对远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来说，不仅是家产的损失，更是作为男人最深的耻辱。吴襄被迫写给儿子的那封求救信，每一个字都浸透了屈辱，每一行都埋下了祸根。信被快马送出了北京，送往了那个决定天下归属的咽喉之地。李自成此刻正沉浸在7000万两白银的狂喜中，他好像忘了还有个吴三桂，或者在他潜意识里，吴三桂也不过是又一个待宰的明朝降将，翻不起浪。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场失控的追赃狂欢，亲手把吴三桂推向了敌人的怀抱。这7000万两银子买来的不是军饷，是大顺的棺材板，是通往地狱的门票。北京城的空气里不再有甜味，只剩血腥和铜臭。百姓躲在门后瑟瑟发抖，看着这群曾经被他们称为义军的人，眼里全是恐惧。那首开了大门迎闯王的歌谣，此刻听着像个巨大的讽刺笑话。李岩站在武英殿台阶上，看着一车车银子运进宫，发出一声长叹。他知道这支队伍完了，那个曾经为百姓而战的理想已经被欲望吞噬得干干净净。当一个政权把抢劫当成国策的那一刻，它离灭亡就只有一步之遥，而这致命的一步马上就要在几百里外的山海关迈出。那里有风暴正在集结，一场关于背叛、愤怒和毁灭的连锁反应即将在那个狭长的关隘口被彻底引爆。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的齿轮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那是大顺王朝急刹车的前奏。让我们暂时离开那个充满血腥和铜臭的北京城，向东疾驰600里，把视线聚焦到渤海之滨，扼守中原与关外咽喉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这里的风带着海水的咸腥和塞外的凛冽，吹打在冰冷的城砖上，发出呜呜的低鸣。一位33岁的年轻将军伫立在城楼之上，手扶着冰凉的垛口，眺望西方。他是吴三桂，大明王朝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张底牌，也是左右天下局势的关键砝码。此时他手握5万关宁铁骑，全中国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悍的战争机器。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念头，都牵动着北京城里那位新皇帝的神经。按照原本的剧本，吴三桂已经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了。崇祯已死，大明这棵大树已倒，良禽择木而栖是乱世的生存法则。他甚至已经把部队开到了滦州，距北京不远了，准备去新朝讨个封赏。然而就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几匹跑死了腿的快马带来了那封迟到的家书。
送信的家丁滚下马鞍，满脸尘土泪痕，跪在地上呈上那张皱巴巴的信纸。吴三桂展开信，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信里没有加官进爵，只有父亲的凄惨求救和陈圆圆被抢的噩耗。你想象一下那个瞬间，吴三桂脑子里那根叫做理智的弦是怎么崩断的。这不光是一个男人的女人被抢了，更是一种政治底线的彻底崩塌。李自成这种做法是在向天下所有降将传递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大顺军眼里，你们前朝旧臣不是人，是肥羊。哪怕你手握重兵，哪怕你主动投诚，你的家产、你的父亲、你的女人统统保不住。吴三桂拔剑砍断了桌案，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地之间。这声怒吼震碎了滦州的宁静。他明白了，跟这群没有底线的流寇根本没法谈买卖。今天敢抢陈圆圆，明天就敢要他吴三桂的脑袋，投降就是送死。愤怒的吴三桂立刻下令全军掉头，杀回山海关。这一转身就切断了大顺朝的生路，但他清楚，凭自己5万孤军，根本挡不住李自成几10万大军的怒火。复仇需要力量，在悬崖边上，他只能找一个能拉自己一把的盟友，哪怕是恶魔。他的目光投向了关外，投向了那个与大明厮杀了数10年的死敌大清国。在那片白山黑水之间，有一位精明的猎人正耐心地等待猎物上门。他叫多尔衮，大清摄政王，一只嗅觉灵敏、手段老辣的草原狼。吴三桂的求救信摆到多尔衮案头的时候，这位清朝的实际掌权者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信里吴三桂用极卑微的语气提出借兵驻脚，借清军来灭流寇，为崇祯报仇，事成之后裂土封王。这是典型的汉族士大夫式修辞，想用中军大义掩盖引狼入室的本质。但多尔衮不是崇祯那种好糊弄的人，他一眼就看穿了吴三桂此刻的走投无路。他回了一封信，没谈什么借兵，直接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既欲报君父之仇，何不连发变一并剃去，归顺我大清，共图天下。翻译过来就是，别想拿我当枪，想活命就彻底投降，变成我们的人。这是一份把灵魂卖给魔鬼的契约，意味着吴三桂要背叛祖宗和文化。但在生和死的单选题面前，选择变得异常简单。吴三桂站在山海关城楼上，看着西方卷起的尘土，那是李自成亲率6万大军逼近的杀气。前有虎狼，后有悬崖。他的手在颤抖中抚过自己的头发。他知道，一旦剃发易服，他将背负千古骂名，成为汉人眼中的叛徒。但他更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世上就没有吴三桂这个人了。山海关外的风越刮越急，催促着这个年轻人做最后的抉择。最终，求生的本能压倒了所有道德束缚。吴三桂咬着牙打开了那扇厚重的关门。多尔衮带着8旗铁骑踏入了这片汉人的禁地，早就在门外等着了。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其实都是被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引爆的。一份裁撤驿站的公文制造了李自成，一次失控的抢劫又制造了吴三桂降清。蝴蝶效应在历史上从来不是比喻，它是真实发生的机制。李自成在进军路上，或许还在做着招降吴三桂的美梦，以为稍微吓唬一下就能搞定。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那帮兄弟在北京的胡作非为，已经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怪物。他亲手把大明最锋利的一把剑，递到了最大的敌人手里。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公元1644年4月22日，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个清晨。地点：山海关外，一片石，这里背山面海，怪石嶙峋，
是两军对垒的死地，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儿和血腥气，数万人的喊杀声盖过了海浪的咆哮。李自成骑在马上，看着眼前那道并不算高大的石河防线，满眼轻蔑。他手里握着10万大顺军精锐跟随他转战南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百战之师。对面的吴三桂虽是名将，但5万关宁铁骑已是强弩之末。大顺军的士兵像潮水涌向吴三桂的阵地，挥舞着简陋但致命的兵器。他们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轻松的扫尾工作。战斗从清晨打到中午，吴三桂的军队在巨大压力下节节败退。关宁铁骑虽勇，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也像被蚁群围攻的狮子。吴三桂浑身是血，在阵前嘶吼督战，每一次挥刀都带着绝望的决绝。他没有退路了，身后就是万丈深渊。然而，就在他的防线即将崩溃，李自成以为胜局已定的那一刻，一场毫无征兆的怪风从海面上猛然刮起。史书记载，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这风带着塞外的寒意，卷起漫天黄沙，瞬间遮蔽了太阳。风向诡异至极，正迎着大顺军的脸吹，让他们睁不开眼，甚至站不稳脚。而背风而立的吴三桂军，简直像是老天爷亲自下场拉偏架。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在这股狂风的掩护下，一支恐怖的军队出现了。多尔衮这匹耐心的老狼，已经在欢喜岭上观战了整整半天。他冷冷看着李自成和吴三桂互相撕咬，看着双方精锐在血肉磨坊里消耗殆尽，直到这股怪风刮起，直到大顺军露出疲态，他才猛地抽出战刀，全军出击。这4个字轻得像一声叹息，却重得像大山压下来。2万名剃着光头，留着金钱鼠尾辫的8旗精锐骑兵，像白色的幽灵冲出了风沙。他们没有呐喊，只有整齐划一的马蹄声，那是死神敲门的节奏。李自成正眯着眼在风沙中指挥，突然看到侧翼腾起一片白色浪潮。当他看清那不是海浪，而是无数面画着龙的正白旗和镶白旗时，他的心脏停了一拍。那是满洲八旗，那是大明打了20年都打不过的噩梦。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击穿了他的天灵盖，从头凉到脚后跟。他终于明白了吴三桂借兵驻脚的真相。这哪是借兵，这是引狼入室。但他反应得太迟了。清军铁骑像一把滚烫的尖刀，狠狠插进了大顺军柔软的侧翼。大顺军士兵虽然勇敢，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留着辫子、骑术精湛的怪物。他们在风沙中惊恐地看着这些鬼魂般的骑兵，刀枪都不知道该往哪招呼。原本坚固的阵型在这一刻像纸一样被撕碎，惨叫声瞬间压过了风声。吴三桂见状，立刻命令全军反击。刚才还奄奄一息的关宁军瞬间满血复活。他们为了在满洲主子面前表现，为了洗刷投降的耻辱，砍起同胞来比谁都狠。李自成看着这一幕，看着他引以为傲的铁军在风沙中崩溃，一口鲜血涌上喉头。大势已去，那个做了42天的帝王梦被这阵关外来的风彻底吹醒了。他没有选择像项羽那样死战到底，而是做出了流寇本能的选择，快撤回北京。这声命令充满仓皇与无奈，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死刑。数万大顺军丢盔弃甲，像退潮一样向西溃逃，互相踩踏致死的不计其数。一片石的战场上尸横遍野，鲜血把石河的水染成了殷红。多尔衮站在高处，看着李自成狼狈逃窜的背影，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他知道这天下已经是大清的了。风渐渐停了，阳光重新洒在这片修罗场上，照亮那些死不瞑目的尸体。他们有为了活命而造反的饥民，
有为了军饷而卖命的官兵，也有为了掠夺而杀戮的八旗。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尘埃。李自成骑在马上，回头望了一眼那座雄伟的山海关，在视线中越来越小。他不知道这一眼就是永别，他再也回不到巅峰了。那个只差一步就能统一天下的机会，被一阵怪风、一个女人和一次误判给毁了。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凭勇气打成了王炸，最后又输在一张小小的底牌上。他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可他跑不过身后滚滚而来的历史车轮。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溃败，更是一次国运的断裂。从此之后，中原大地将迎来260多年的剃发易服，迎来一个全新的异族王朝。让我们把镜头切回公元1644年4月29日的北京城，一个充满烟火气的黄昏。从山海关一路溃退回来的李自成，带着一身硝烟和疲惫，再次踏入紫禁城。但这已经不是42天前那个鲜花着锦的凯旋时刻了，这是一场仓皇的谢幕演出。整座北京城笼罩在末日般的惊恐中，百姓紧闭门窗，连大气都不敢出。然而就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关头，李自成做出了一个让后世费解的决定。他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宣布自己为大顺帝国的开国皇帝。你想象一下那个荒诞而悲凉的画面，外面是人心惶惶的溃兵和逼近的清军，大殿内却张灯结彩，乐师们奏响庄严的中和韶乐，礼官念着冗长的登基诏书。李自成穿着崭新的龙袍，头戴通天冠，端坐在龙椅上。但这把椅子坐起来一定像针毡，因为屁股还没抬热就得准备跑路。台下跪的不是满朝文武，是一群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缺胳膊少腿的将军。他们脸上没有喜色，只有对未来的茫然和对追兵的恐惧。这场登基更像是给自己壮胆的葬礼，是李自成对命运最后一次倔强的示威。他好像在说，哪怕只做了一天皇帝，老子也算来这世上走了一遭。我觉得这是李自成身上最复杂的一面。你说他是枭雄吧，他的执着里又透着一种孩子气的赌气。你说他不自量力吧，这种绝境中不肯低头的倔劲儿又让人说不出口嘲笑。第二天清晨，4月30日，李自成下达了他作为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不是安抚百姓，不是组织抵抗，而是放火。他得不到的东西也绝不留给多尔衮。士兵们抱来柴草和火油，泼洒在武英殿、乾清宫、交泰殿那些精美的金丝楠木柱子上，火光冲天，浓烟像黑色巨龙盘旋在紫禁城上空，遮蔽了正午的太阳。那些见证了大明200多年风雨的宏伟宫殿，在烈火中发出痛苦的呻吟，琉璃瓦在高温下炸裂，噼啪作响，像在为这个短命王朝奏最后的挽歌。李自成骑在马上，驻足朝阳门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燃烧的皇城，他的眼神里或许有复仇的快感，但更多的恐怕是深深的失落和空虚。42天，仅仅42天，就像一场黄粱美梦。梦醒了，只剩下一地鸡毛。他带着从北京搜来的数百辆大车的金银财宝向西撤退，这些沉甸甸的财富此刻成了最大的累赘，拖慢了行军速度，也拖垮了军心。沿途百姓不再夹道欢迎，而是用冷漠甚至仇恨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败军。那首迎闯王不纳凉的歌谣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谎言。大军一路向西，经山西退回陕西，试图依托关中山河之险负隅顽抗。但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多尔衮的清军像复古之躯紧追不舍。潼关失了，西安失了，商洛山也挡不住八旗铁骑的锋芒。那座曾让他绝处逢生的商洛山，
这一次没能显灵，因为他的气数尽了，他只能继续向南逃，像一片被秋风卷起的落叶，最终飘落到了湖北九宫山的深山密林里，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个场景，那个凄冷的雨夜。故事到这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闭环，从终点回到起点，又从起点走回终点。我们不禁要问，那个曾经拥有100万大军，几乎就要统一天下的李自成，到底输在了哪里？有人说他输给了山海关那阵怪风，那是天命不在他这边的偶然；有人说他输给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那是低估了人性中对家仇的执念；也有人说他输给了刘宗敏的贪婪和短视，那是农民阶级无法克服的局限。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似乎都只触到了皮毛。李自成真正的悲剧在于，他自始至终只是一个破坏者，没有进化成建设者。他手里的刀能砍碎一个腐朽的旧世界，却雕不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他懂得利用百姓的愤怒去推翻皇帝，却不懂得如何建立秩序去安抚百姓。他把大明的官僚体系当敌人砸了个稀烂，却发现自己根本填不上这个权力真空。当他坐上龙椅的那一刻，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其实坐在火山口上，没有盟友，没有士绅支持，没有治国纲领，只有一群会抢东西的兄弟。他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蛮牛，除了把满屋精美的瓷器撞得粉碎，什么也留不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和我们现在的一些事很像？破坏一个东西很容易，建设一个东西很难，骂一个人谁都会，真让你去做那个人的位置，你未必做得更好。历史之所以选中李自成，是因为大明这间破房子必须拆掉，需要一把够硬的铁锤。而当旧房拆成废墟，新房的地基大清王朝开始施工的时候，这把铁锤的使命就结束了。所以李自成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是历史长河中一段惊心动魄的插曲。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残酷的道理：打江山和坐江山完全是两个维度的游戏。那个银川驿的异族，那个商洛山的英雄，那个北京城的过客，最终都化作了尘土。但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九宫山上那座无名的孤坟，更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叹息里有对底层命运抗争的敬意，也有对权力腐蚀人性的警醒。九宫山的雨还在下，下了300多年，下进了史书的墨迹里，下进了后人的茶余饭后中。他倒下的地方没有纪念碑，没有挽联，只有漫山遍野的荒草和偶尔掠过的乌鸦。但如果你在某个安静的夜晚侧耳倾听，或许能从风声中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呐，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蹲在马厩的角落，一边给马擦背，一边轻声哼着一首不知名的陕北小调。那时候他还不叫李自成，他还叫李洪基。他的梦想很小很小，小到只是想保住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差事。他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安排了一场怎样翻天覆地的旅程。他也不知道，他将在这趟旅程中经历人间至暗的深渊，攀上权力至高的巅峰，然后重重坠落，再也没能站起来。北京城的火光早已熄灭，紫禁城的琉璃瓦依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后来坐上那张龙椅的人，或许偶尔会想起那个戴着毡帽、穿着剑衣的草莽皇帝，想起他曾经离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倒在了那一步之外。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感动，只会根据你的选择来宣判。但历史也有温情的一面，它允许我们在几百年后的深夜，用声音去抚摸那些受过伤的灵魂。愿李自成在另一个时空里，不再有战乱，不再有饥荒，也不再有背叛。愿他在那个没有烽火的世界里，能重新做回那个在银川驿喂马的快乐的年轻人。好了，
李自成的故事讲完了，希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思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愿你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不被欲望的风暴吹散。晚安。